人文讲堂。每个父母都希望孩子的未来能够幸福快乐，但是不一定知道怎么做。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管理情绪能力的 EQ 比智商 IQ 更重要，会影响孩子的一生。高 EQ 不但让自己更容易快乐，也会对于学习、人际关系、未来的工作成就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亲子教育专家杨丽蓉老师今天要来告诉我们，PEQ 培养的黄金期在3到12岁，以及如何培养孩子的高 EQ， 掌握未来快乐幸福的关键。让我们欢迎杨丽蓉老师。今天很开心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高 EQ 对我们的下一代这么的重要，以及高 EQ 为什么要从小就开始学起。那正式进入这个话题之前呢，我想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看一下我们的画面上，我想大家对这个场景应该都还蛮熟悉的。我们想象有个孩子今天从学校回来呢，见到爸爸或妈妈的时候，你就看到他很迟疑，头低低的，然后非常不太愿意的从他的书包拿出了他的考卷。结果呢，你一看，哇，分数怎么考得这么差？再仔细去打量一下，你就发现这些问题明明前几天才复习过，而且当时明明都会。那这张很明显是怎么错的？粗心大意嘛。所以我想，其实我碰触过非常非常多的家庭，非常多的爸爸妈妈跟小孩，我们都会发现，多数的家长在这个时候第一句话冲口而出的一定是什么？你怎么这么粗心大意？那我想各位也不陌生，多数的孩子就算不说出口，敢怒不敢言，其实我知道大部分的孩子的心声是什么？第一句话叫做我哪有粗心大意，其实我都检查5次了，对吧？第二个叫做我哪有粗心大意，隔壁的王小明比我错的更多。好，我想这些其实都不陌生。那我们会看到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以及这样的一个情绪的状态对孩子有好处吗？我们会发现所有的人，即使他已经对自己的状态其实不太满意，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愿意因为自己的粗心大意而失掉什么他的分数，其实没有孩子愿意的。但是当他被指责的时候，在我们的情绪系统里面很自然，人只要被指责，他就会生气，他就会想要什么反抗，就开始替自己怎么样找理由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先去探究孩子的情绪，只看他的行为，就会导致这样的结果。所以你讲了100遍，常常很多爸爸妈妈说已经跟他说了，还是没有用。那到底要怎么做才有用？其实就是一个高 EQ 的教育模式。怎么说呢？我常讲说，我们先不要看分数，先去看你的孩子的心情是什么。你会发现，孩子他从书包拿出来的那一刻，头低低的，你可以想见，他因为一不小心就失去了分数，他的内在其实是不是很懊恼？如果这时候你跟他回应的是说啊，看得出来，一不小心分数就飞了，你一定觉得很懊恼。我的情感跟你的情感就怎么样？就连在一起了。其实当一个孩子内在的懊恼被理解之后，他就可以很坦然的去面对自己的懊恼。你想想看，一个面对自己的懊恼，我也很不想这样的孩子，他会比较想要来看我下次可以怎么改进。还是被指责之后，他说我才没有粗心大意呢？哪一个小孩会比较愿意改进？答对了，就是觉得懊恼的。当孩子已经开始感受到你不会指责我，但是你读到我的懊恼，你再来跟孩子谈说，那我们要不要一起来看看，为什么明明会的却错了？你知道，这时候他的理性大脑就会发挥作用。这个就是情绪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知道，情绪可以成为孩子一生的主力，也可以成为他的助力。怎么样化主力为助力，就是 EQ 教育的功效。所以今天为什么要跟各位分享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在全球都看到了，儿童从小能够浸泡在 EQ 教育的一个氛围里面，对他将来一辈子的成就以及幸福快乐是有很大的影响。而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教育趋势。会提出 EQ 教育，最早是1994年的时候，美国有一群儿童心理学家以及一群教育学者，他们发现孩子的成长当中，在这么快速的变化过程，其实情绪跟人际的能力是他最重要的核心。我们只要想象一个状况，今天如果2个小孩好朋友在学校第1堂课下课的时候吵架了，
我常在笑说，你可以想见，其中一个小孩第2堂课没事了，他把自己的情绪处理好了；另外一个小孩到下课到放学还在生气，有没有这种小孩？有，回家还生气，隔天还生气。哪一个小孩就算同样的聪明，哪一个小孩今天学习效果比较好？当然是第一个有能力处理情绪的。所以1994年美国提出来之后，后来很多国家也都发现，确实一个孩子有能力让情绪成为他的助力，同时又能够跟别人好好相处的孩子，他的各方面的发展都好。所以2002年呢，联合国就正式去推动，他发了信给全球140个国家的教育部，鼓励他们在孩子成长的历程当中，应该要把情绪跟人际相关的学习放到课程里面来。好，那因为这样子，2007年呢，欧盟也跟进了，他们成了一个跨国的一个网络，叫做 ANZAC， 那就鼓励各国去研究怎么样帮助孩子把情绪展现得好。好，那到了2015的时候，甚至有更多的经济的相关研究单位，全球的经济相关研究的单位，他们就发现，这个情绪跟人际的能力确实对孩子帮助很大，所以他们做了很多的研究，也指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当我们今天在培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教育他们的过程，如果我们有注重他们的情绪跟人际的能力，当有一天他们长大之后，他们做了很多追踪的研究，因为这个潮流、这个趋势在欧美已经30多年了哈，所以他们做了研究之后，就发现就是说，在经济上可以产生很大的效能。我想各位也都可以想见，当有一天我们孩子长大，他进入职场，我们都知道职场一样，很多青少年离开职场不是因为那个工作他不喜欢，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是因为他跟别人处不好。对吧？所以你会看到，一天工作的时候充满不愉快的心情的人，没有能力处理的人，他的工作效能就会比较差。所以呢，我们也在经济上面发现，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那因为这样，甚至在最近的2018年，那欧盟呢，直接把我们所强调的叫做社交情绪学习改成社交情绪教育。为什么？他们认为其实不是只有儿童青少年需要学习。为什么？所有的人都需要学习，因为我们的孩子的情绪能力是从爸爸妈妈怎么样培养他的过程当中长出来的，对吗？所以父母是不是也需要有这个情绪教育的能力？是的。好，所以呢，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全球因为这样的一个趋势，他们做了很多的研究，各位可以看一下哦。小时候有上 EQ 课的孩子，他在学校展现的我们叫 prosocial behavior， 叫亲社会行为，就是比较能够跟别人好好相处，喜欢上学，出席率佳，然后举止得宜。各位可以猜吗？有上 EQ 课的孩子比没有上 EQ 课的孩子高多少？10%。然后反社会行为，也就欺负别人啦、暴力啦，然后不喜欢上课啦，一些行为的问题啊，比没有上的下降了10%。然后最有趣的是，额外的也发现了，有上 EQ 课的孩子心情稳定，学习的效果比较好，所以学业甚至上升了11%。那我想各位可以想见，其实一个孩子能够充分的展现自己的能力，仍然是全球关注的事情，而情绪跟社交的能力在这里是非常的基础的。那最后也是刚跟各位分享的，关于经济方面的研究，甚至发现，今天投资$1在孩子的身上，让他接受 EQ 教育，未来他长大了之后，对他个人以及整个国家社会的效益是1块钱可以产出11到22块美元的效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对未来的什么投资。那因为这样，其实我们在台湾呢也很早就推进了，因为我们发现真的 EQ 好的孩子，甚至 EQ 好的大人，不止身体比较好，学习的表现好，工作展现的效能也高。那因为这样，所以一个人就有什么？自信跟自尊，也可以跟别人好好的相处。所以其实在台湾呢，我们在2001年其实就已经开始推动了。那在台湾，我们当时是以民间的非营利组织在推动，是因为我们真的从台湾的社会，从很多学校老师辅导室的回应，我们发现台湾的孩子跟其他世界所有国家社会的孩子一样，都在面对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要等到专家来解决，通常是已经到出问题的，我们叫3级。做治疗，那其实这对我们孩子来说，他会真的损失很大。所以我们后来就透过志工的组织，我们培育了很多家长，因为我们讲了，其实孩子的最重要的情绪教练，首先是谁？是爸爸妈妈，接着才是学校的老师。所以呢，各位会看到，就是我们培育志工，然后让他们进到教室里面，去把心理学里面有助于孩子
可以安顿自己情绪，可以好好跟别人相处的一些知识技巧，甚至有一些好玩的活动让他体会，把这个带给孩子。好，那情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就来谈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首先，我们先说情绪是没有对错，而行为是有恰当与否的。怎么说呢？来给各位看一下这张图。人碰到挫败或碰到打击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说的，一个孩子被指责，你粗心大意，其实他也不愿意挫败，通常直觉的反应就是生气。各位请看看下面那6个反应，各位猜看，一个孩子在生气的时候，如果后面的教育不教，他第一个最直觉的反应会是下面这6个当中的哪一个？我公布答案，攻击。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其实我们不乐见的是什么？他做出攻击行为。好，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当我们人碰到挫败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导致他的情绪在这里叫做愤怒啊，最后呢很直接引导出来的叫攻击。可是我们教育要做，我们过去传统的训导式的教育工作叫做告诉他不可以打人，对吗？不可以伤害自己。但是各位忘了，我们只处理行为，而没有处理前端的什么情绪。所以以前我们叫他忍不住的他就做坏嘛。那如果他忍住了，我们常讲乖孩子内在伤最重，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而因为时代的一个改变，我们对孩子的发展，从心理学的研究，我们有更多的理解。我们就发现，与其一直去挡他的行为，不如先处理前端的什么情绪。更何况现在的孩子跟以前不一样，因为我讲了，他们现在压力大，情绪累积比以前什么更多，而且他们的刹车系统比以前更不灵。因为以前的孩子可能对所谓的父母啦或社会的规范是比较不会想那么多的，就直接接受。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刹车已经不够用了，所以情绪就会爆炸。而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个高 EQ 的概念，叫做其实情绪本身是很自然发生的。人可不可以生气？是可以生气，那个生气你挡都挡不住。但是生气的时候可以打人吗？不可以。所以我们讲高 EQ 其实就是一个人能够知道我的情绪是很自然的，它没有对或错。但是我的情绪往外要变成行动的时候，它有没有恰当与否？有。所以呢，我们希望孩子学会这样的一个态度，那到底怎么办呢？其实这里就有解方了。我们要帮助孩子建立的高 EQ 叫做他有能力处理自己的心情，也就是他有能力调节自己的内在感受。我生气，但是我没有生气到要什么爆炸，所以我就有机会想一下，好，那我这么生气，我可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好，那这个在心理学里面研究告诉我们，其实是有方法的。因为我们发现了，我们的大脑在很短的时间，从我们碰到一件事情到真正产生情绪当中，还有一些事情是可以改变的。也就是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些激发状态。各位都知道，如果是有一个人突然扑到你的旁边，你第一个反应身体就变什么？紧张了，然后你的眉头可能会什么？皱起来，然后甚至你会想，他是不是要伤害我？好，所以这些是在很短的时间就在发生的。而我们 EQ 教育其实要做的，就是透过这3个元素做调节，让孩子对自己更有自觉，然后能够去调整它。那最后你就会看到，本来是生气的，那因为有这个中间的调节，它会变成一种能力，叫做激励的能力，那个叫做化悲愤为力量，有听过吗？我生气了，但是我把它转化成什么？激励自己的能力。那因为我是激励自己的能力的，我就不是去攻击别人或自己，而是变成一种什么？奋发向上。我怎么样让下次可以这个情况可以改变？这个就是 EQ 的力量。那接着呢，我想在 EQ 教育里面最重要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人，我们的大脑永远有它的什么可塑性。所以为什么教育一定要有所作为？因为人是有能力改变的。那在这里呢，我再跟各位分享一下目前的大脑科学的研究，最新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们 EQ 教育要怎么做哈。好，各位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小孩？好，这个小孩呢，伸手拿了他的同学是什么？小火车玩具。好，所以你就看到了另外那个小孩呢，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的大脑他有2条路径，一条叫做红色的，就眼睛送到我们大脑的收发室之后，直接送到这一个现在火正在烧的地方，有看到吗？这里叫做杏仁核，它是管我们的什么情绪的，就是有人要来抢我的，我会愤怒，会什么烧起来。但是各位不要忘记，我们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还有理性。各位有没有看到旁边还有一个蓝色的路径？这个叫做它是情绪管理，是一个理性的什么
道路，这叫大脑皮质。但是非常有趣是，人一出生的时候，杏仁核的这一条道路已经都盖好了，高速公路都盖好了。对不起，蓝色的那条道路，出生的时候没有。是透过后天他在长，当他在生气准备要丢玩具的时候，你怎么样对待他？他是这样长起来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好，所以情绪冲动是本来与生俱有的，但是呢，情绪管理是可以培育的。好，为什么？那我们就看到大脑的机制。我们刚刚讲了，刚刚那个小孩杏仁核烧起来了，对不对？所以理性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嘛，哈。好，那我们就会看到，这时候他整个大脑叫做失火了。那失火的时候，他的理性是没有办法运作的。各位都知道，失火的时候，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救火啦。但是我们不是，我们都是先骂小孩，你为什么要失火？所以火就怎么样，越烧越旺。所以呢，其实最新的大脑科学学到的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叫做要从你的大人的感性大脑，先送救火车去救火。好，所以呢，这个救火的作用非常的重要。它透过一种同理，譬如说啊，你一定很懊恼，一不小心分数就没了。我刚刚有没有提过？好，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叫做我同理你的情感，你的情感那个火就会变得什么？比较下来，等到这个火已经灭得差不多了，我们大人的理性就可以带领孩子的理性来发展。那你也不想这样，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错？下次可以如何，对吗？所以情绪管理其实很重要，就是透过教育以及辅导的历程，帮助孩子建立这一条蓝色公路，让他能够带领我们的感性，而不是被感性什么样夹持。传统呢，其实我想多数的父母呢，都是孩子在闹脾气了才处理，对吗？在学校多数也是孩子行为出问题了，我们才处理。其实这个叫做辅导，各位一定对辅导很熟悉。辅导其实是一种救灾工作，它已经怎么样火灾了。但是大脑科学告诉我们，一个孩子的杏仁核越常起火燃烧，他将来就越容易怎么样？有风吹草动，他就生气。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做救灾的工作，我们应该要帮助孩子的是建构他的大脑如何改善，变成防火的材料，同意吗？所以 EQ 教育就是一种防灾教育，避免情绪成为他人生的什么灾难。好，那到底要怎么做呢？我想我今天提供3个方向给各位做参考。第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叫做吸收高 EQ 的知识，怎么说呢？像心理学里面呢有一个研究，就是说我们人越累的时候，同样的事情你就越容易发脾气。我想各位也都很熟悉。今天如果你心情很轻松，在家里孩子在那边大声唱歌，又跳又闹，你一定觉得孩子好可爱哦。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很累，有好多工作要做的时候，你看到他在那边又唱又跳，你会觉得怎么样？你怎么那么吵？你怎么那么烦？所以改变的不是孩子，是我们的状态。当我们的身体，我们叫10点钟妈妈现象。一个妈妈6点刚从办公室回来已经有点辛苦了，但是到10点钟的时候你很累，肌肉会紧绷，这时候就很容易发火。了解这个现象有助于我们彼此之间家人的沟通。我们可以告诉孩子，我们正处在什么疲惫的状态，如果没有要紧的事情，稍后再说。孩子知道自己有这个现象，他也可以告诉爸爸妈妈，我因为好饿，所以我就心情一直怎么样不好。其实他就有机会处理的。这个叫做吸收高 EQ 相关的知识。除了有了知识之外，其实高 EQ 也是一种生活习惯。所以呢，我们要熟练高 EQ 的技巧。譬如我们接续刚刚的10点钟妈妈，当我们觉得身体紧绷的时候，各位，如果我们能够自觉，然后把它怎么样刻意的放松。所以我常讲，孩子，如果你知道他今天晚上要拿考卷出来，拜托你先深呼吸一下，好 ，OK， 放松一下身心，同样的状况你就不会那么生气。所以这个是其实我们在教小孩，这是全球都非常知道的，叫做腹式呼吸。我们运用音乐，或者爸爸妈妈带着他慢慢的数数，让他学会吸气的时候肚子往上，呼气的时候肚子往下，平常就能够练习。当有一天你看到孩子在发火的时候，你告诉他，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来，爸爸或妈妈陪你，我们一起来先数数呼吸。等到孩子平静了，我们再一起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我们已经证明，对很多孩子，甚至对大人也有很大的帮助。好，所以这个叫做技巧。除了这个之外，第3个是什么呢？第3个我们都知道，其实改变的第一步就是什么？自觉啦。因为我碰到太多人都告诉我说，
我不需要改啊，是别人的 EQ 不好啊。哦，那我们都知道啊，通常会讲这种话的都是最没有什么自觉的哈。那所以自觉确实是第一步。所以在这里呢，我想我要请各位做一件事情。我先请会场我们右半部的朋友，麻烦你闭一下眼睛，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好了。我们请左边的好朋友看一下，有没有看到3个符号？看到了吗？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右半部的朋友把眼睛张开，那我们左半部的朋友请闭上眼睛哦。OK， 好，右半部的朋友请看一下，有没有看到3个符号？有，好。接下来麻烦所有的人把眼睛张开，请你们大声的告诉我，这是什么符号？可不可以大声的说？是什么？13。哎，有2种声音呢。来，这边的认为是什么？13，这边的认为是什么？好，其实这是一个心理学非常非常有名的叫知觉研究，也就是各位有没有看到中间这个像13又像 B 的，进入所有人的眼睛，在我们的大脑的物理的接收其实是一模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从小生长在12、13、14的环境下长大，你从小就认知它叫做什么13，但是您所爱的人、你的配偶，甚至你的孩子在不同的世代。所以他认识这件事情是在哪一个背景 ？A、B、C。各位有没有发现，很多人际之间的情绪冲突都来自于什么？争到底是13对还是 B 对？没有对错哈。好，所以我常讲，下次碰到有人坚持，有没有看过这种人呢？他始终坚持，我看到的是13就是13对，你跟我不一样，一定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有没有碰过这种人？好，我们现在请两位朋友哈一组。下回碰到这样的人，麻烦你拍拍旁边的人，告诉他你真的是对极了，请拍一下他，告诉他你真的是对极了，一定要做这件事哈，拍一下哈。好，对，因为我刚刚说了，他有错吗？他真的没有错，但是人如果始终坚持，只有我的意见，只有我的看法，只有我的想法，我的感觉才是对的，别人跟我不一样是别人错的，会遭遇到的结果就是跟他想法不一样的会离他远去。我们所有人都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坚持自己之外，还可以跟别人什么好好相处，同时也因为我们愿意听听别人怎么说，你会发现我们的世界变得什么开阔。除了人际好之外，我们也比较不会陷在情绪的困境，同意吗？那尤其现在的媒体很容易透过大数据的计算，只把你要的讯息送给你，同温层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导致什么？导致越来越狭隘。所以我们期待不同的世代、不同的性别、不同的角色、不同甚至不同的国家文化的人都能够长出这样的胸襟，透过 EQ 教育。所以呢，最终我想我们期待的，我们整个非营利组织幸福力情绪教育推广协会，希望未来能够努力推动 EQ 教育向下扎根，打造高 EQ 的家校文化，创造幸福的和谐社会。我是杨丽蓉，幸福关键在 EQ， 而 EQ 需要后天的修炼。祝福您掌握 EQ， 创造幸福。谢谢。一个幸福满点的家庭，需要家长与孩子一起培育高 EQ， 了解情绪本身并没有对错。EQ 教育也不是要叫大家都没有情绪，而是要让每个人都能够接纳情绪，了解背后发生的原因，并且学习调节与表达情绪的方法。感谢杨丽蓉老师的分享。人文讲堂，我们下次见。